蘋果終於要重新設計一直被人詬病還有嘲笑的 Magic Mouse 了嗎？那其實蘋果的 Magic Mouse 他們上市到現在已經歷經了15年。那現在新聞就有提到，蘋果正在着手要重新設計它。那我們時間推算回去了，2009年的世界跟現在應該是非常的不同啊。那個時代大家覺得很實用、很好用的滑鼠，是不是放到現在也應該是一樣？當年 Steve Jobs 還在世 ，iPad 還沒有發布 ，iPhone 也才問世大約2年左右。大家還記不記得一個3.5寸的小 iPhone 螢幕？那以當年來講呢，蘋果這個滑鼠的推出後，也算是一項革命。那不管是你手指滑動啊，用手勢去操作更多 Mac 上面的功能，那也結合了多點觸控哦，其實算是非常革命性的產品。但15年過去，我們基本上在這款產品上面沒有看到太多的進步。那除了從先前是用換電池的方式變成可以充電的方式，還有因為這一點呢，讓它整體更轻量化。那還有今年呢，他們終於把充電孔從 Lightning 換成 USB Type-C。那除了這樣，還有增加一些新顏色，基本上沒有改變。那近年來呢，也是很多用戶對這個設計或者有很多的抱怨。那其實2個最主要的問題哦，第一就是它的人體工學上面的設計不佳，它是一個完全平面的滑鼠。那如果你要長期使用滑鼠的人，你都知道這個並不是我們平常手應該擺放在桌上的位置。那如果你長时間使用的滑鼠是這種平放没有帶一個斜角的話，其實會對你的手腕造成不小的傷害。那其實我先前也有開箱過一支垂直使用的滑鼠嘛，那我也是因為有一些手腕的問題，事後才把它改成使用垂直式的滑鼠。第二個大家最多抱怨的點，或者最多拿來調侃的點，就是它的充電設計的方式。因為它現在充電孔是在滑鼠的底部，所以你沒有辦法隨時充電跟隨時使用它，而且它在充電時候擺放的角度也會非常的奇怪。那现在据彭博社的新聞報道，蘋果設計團隊近幾個月正在開發新的 Magic Mouse。那 MKBHD 自己也有上一支影片發一個貼文，他認為他自己有一點功勞，因為他在當面跟 Tim Cook 在聊天的時候，有提到他對這款滑鼠的一些小意見。那當時也讓 Tim Cook 想了很久。那據說現在蘋果設計團隊他目標是讓這一款滑鼠變成更符合現代化、更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那同時呢，也順便解決多年來大家在抱怨的地方。那首先呢是它的充電設計方面嘛，讓大家可以同時充電跟同時使用。那甚至可能在让它充電的時候，不會以一个那麼尷尬的方式來擺放它。第二就是更符合人體工學，讓你在長時間使用它的時候，手腕的姿勢可以更自然，也降低傷害手腕的風險。第3點呢，可能整合更多現在新的 macOS 的功能啊，觸控功能在裡面。那同時也要想到，當時既然 iPad 沒有推出，那現在很多 iPad 的用戶也會結合滑鼠來使用。那甚至現在結合 Vision Pro 也有不同的用法。那它是不是可以有更多更革命性、更符合現代裝置的使用方式？那其實關於改不改變滑鼠設計這一點哦，市場上是有蠻兩極的看法。有人認為在未來或許滑鼠的地位不再那麼重要，那蘋果可能不應該花那麼多時間再更改它的設計。他們說現在有觸控的裝置啊，有語音操控，有手勢操控。那滑鼠作為我們跟電腦或是這個科技裝置控制它的工具的這個地位，已經沒有那麼重要。那甚至可以說，現在很多使用 MacBook 的人哦，他們根本連滑鼠都沒有買，他們直接就用觸控板解決所有的問題。那甚至呢，因為它可以支援更多手指的觸控方式啊，手勢操控，大家也感覺到 macOS 其實有針對這個觸控板有做更多改良上的設計，那也進一步降低滑鼠的重要性。但滑鼠真的會被取代嗎？以我自己的角度看來，我今天在強度工作在剪輯的時候，我還是會另外再外接一條滑鼠，但同時我會一隻手碰着觸控板可以去調整我的時間線，另一隻手用滑鼠做這些剪輯更精確的操作。所以我個人會認為滑鼠應該還沒有那麼快的時間被取代。那雖然說它的重要性可能在一個大眾以前每個人都必須使用它的情況下，降到現在可能越來越少比例的人需要它，但是它的精確性還有控制感，目前還是沒有其他裝置可以取代。那不論是像我們剪輯使用啊、美術使用啊、設計師使用 Photoshop 的使用，那再講更進一步，遊戲玩家也是需要這種極度靈敏反應的滑鼠操控。所以與其說其他的操控方式，我覺得它不能說他們會取代滑鼠。所以我的看法，我也會覺得蘋果還是有必要重新來設計它。當年的設計並不是不好，以當年來看是非常好，但是15年來好像蘋果過於滿足於他們當時的設計，然後針對這項產品沒有任何的精進。那15年是很長的時間，我們看到從 iPhone 當時的3.5寸進化到現在已經6.8寸、6.9寸的熒幕。那在這之間發表了 iPad、蘋果手錶、Apple Vision Pro 這麼多跨時代新產品的發布，而這個滑鼠基本上改變的就是只有它的充電方式，從電池改到 Lightning 改到 Type-C， 感覺這樣進步的幅度好像不能滿足大家對蘋果產品的期待。那其實講到滑鼠，它對蘋果來講是有個歷史性的意義存在。蘋果就是第一個推出滑鼠，還有結合它到消費性市場個人電腦裡面的廠商。那我覺得它可以進步的空間真的還是非常多。比如說很多現在在觸控板上面可以做到的多點觸控，其實在 Magic Mouse 上面就辦不到。那你既然有多點觸控，還有這些觸控的功能，要把它結合到滑鼠上面呢？為什麼不把這些功能也加進去？那充電上面現在有 MagSafe 啊，那麼多不同的充電模式，為什麼還必要性的一定要有一個充電孔在上面？那說真的，以蘋果這麼會設計的廠商，設計一個你
了充電的時候滑鼠要倒過來放的這種模式，感覺起來他們應該更有能力去解決這個基本的問題。所以基本上非常多點，人體工學上面、充電上面，結合更多未来性裝置的整合。那當然，不管在觸控上面或在它軌跡上面的精準度可以再增強的話，我覺得會更符合更多人的期待。那我不是認為蘋果應該花太多資源在這個產品上面，但是做一些基本設計的更改，讓大家不要每次提到這個產品的時候就是一個嘲笑的梗圖啊，讓它倒過來充電這種方式，而且讓這個東西持續了15年，而且到現在終於有個機會換成 USB Type-C 的充電孔的時候，卻沒有順便一起解決，真的多少是有點可惜啊。那當然還有我上述提到了滑鼠，它其實在我們平常日常生活工作上的重要性還是非常大。那同時呢，這個產品對蘋果也有一個歷史上面的意義，我覺得蘋果某方面也有一些歷史上面的責任，要把它好好設計一下。那或許也可以定義出一個讓市場看到說，到底一個好用的滑鼠應該怎麼設計它？那這是我個人的小期待。那你們大家有什麼看法的話，也歡迎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那今天影片先到這邊，我是蘋果爹，我們下次影片見，拜。